我哥是个过气歌手，当年选秀出身，歌唱得好，爱蹦跶，长得又嫩，大火过几年。后来公司各种压榨，不做人。我哥年轻气盛，一怒之下和公司解约了，不靠家里，自己挣钱还了5、6年才还清违约金。那段时间为了谋生，他还偷偷找我借钱养过猪，当然后来赔的苦茶子都不剩。卖不出去的小乳猪倒是可可爱爱的，都让我烤着吃了。巅峰岁月就这样蹉跎，一晃就是35岁。就在我们全家都以为我哥要接受现实，老老实实回家继承家产的时候，我哥开始作妖了。平时滴酒不沾的他，每次回家都带着酒气和烟味，有的时候甚至直接不回家。我妈悄咪咪找到我，星星，你哥一定是被人带坏了，在咱家他就听你一个人的，你帮帮妈妈，探一探他。王母娘娘发话，我哪敢不从。于是我在月黑风高之夜杀到了我哥家，没有烟酒，没有派对，没有漂亮小姐姐，迎接我的只有五彩斑斓的黑暗和寂静中钟表的咔嗒声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我凭着记忆打开了我的房门，爬上床，掀开被子，钻进去准备睡觉。床上怎么有一个软软的东西？我哥给我买的毛绒玩具吗？我轻轻捏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好好体会手感，下一秒就直接屁股挪地，身体腾空，被人踹到了床底。黑暗中一团模糊的影子坐了起来，隐隐绰绰，看起来格外庞大，像极了鬼片中的场景。我强忍住尖叫，脑子里爆炸性地闪过无数片段。我踉踉跄跄想跑过去开灯，却被鬼影一把抓住了手腕。我吓得浑身汗毛倒立，一动不敢动。鬼影淡淡开口，别开灯，没穿衣服，是个男鬼，还是个变态裸鬼。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。鬼影的声音有些哑，像是没睡够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小声回应，这是我家。鬼影轻笑一声，顾一和你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哥。鬼影打个哈欠，证明一下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鬼看起来无精打采的，我仿佛不那么害怕了，说话中气也足了。他是我哥，有什么好证明的？你不信就问我几个问题。鬼影，顾一的生日9月8号。黑暗中，鬼影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笑声格外勾人。鬼影抽出手机，屏幕微弱的亮光隐隐勾勒出他下颌线的轮廓，倒是挺好看的。我一时间有些入迷。电话拨通，鬼影，顾哥，你家里有位女流氓。大哥，搞清楚，这里是我家，顾一是我哥，你才是流氓吧。很快，我的房门就被打开了，一束光打在我脸上。微弱灯光中，我哥穿着睡衣，猫着身子，头发凌乱，手里还拿着不知道从哪捡的木棍子，眼神警惕地扫视着整个卧室，像个觅食的大耗子，有一种脑干缺失的美感。顾一，女流氓在哪？我哥转过头和我打个照面，凶狠的眼神秒变迷茫。此情此景，无声胜有声。毕竟几个月没见了，我本想冲过去给我哥一个拥抱，但无奈鬼影握着我的手腕不撒手，我只能站在原地，甜甜脆脆地叫了一声哥。顾一收起木棍，盯着我，笑容浮现。星星，我叫得更甜了，哥哥。我哥也很配合的深情回应。星星，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了，想必鬼影已经见识到了血浓于水的伟大力量。但是鬼影丝毫没受影响，语气还带着些没睡醒的平淡。顾哥，他说你的生日是9月8号。气氛骤然沉寂。我干笑了2声，难道不是吗？哥哥。顾一立刻黑了脸，哪来的女流氓？我不认识她，轰出去。有点亲情，但不多。顾一把我提溜了出去。明暗交错中，我隐隐约约看到了鬼影的脸，皮肤极白，五官立体，垂着眼眸，像个勾魂的妖精。还有就是他好像真的没穿衣服。我正想仔细看看锁骨以下部位，却被鬼影逮了个正着。我连忙收回眼神，但还是不小心和他四目相对了一下。完了，这下真成女流氓了。鬼影在卧室穿衣服。客厅里，我扯了扯我哥的衣袖，声音娇滴滴的，我亲爱的哥哥，人家保证以后再也不把你的生日记错了吗？顾一的面色有些缓和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的生日是8月9号。8月9号，8月9号。顾醒醒，我是不是你亲哥？你的记性呢？是不是被我可怜巴巴的撒娇，被我的大明星哥哥吃了？顾一没忍住，噗嗤一声笑了，拍了拍我的脑袋。我哥这个男人最好哄了，只要喊他一句大明星，他就乐得北都找不着。这茬算是接过去了，轮到我挺直腰板了。我秒变严肃，顾一，交代一下，你最近怎么回事？顾一眼神飘向别处。什么选择性耳聋是吧？我踮起脚，揪住他耳朵，加大了音量，喝酒吸烟，夜不归宿，还随便领陌生男人回家。顾一比了个虚，明显底气不足，声音都弱了很多。瞎说什么陌生男人？这是你成哥的弟弟，刚和江城从国外回来。成哥，
江澄，十几年前选秀期间和我哥是公认的全网 CP 的那个江澄。我捂着嘴，你俩就请复燃了。顾一挑挑眉，什么叫复燃？我俩的友谊之火就没灭过。我刚想说话，鬼影从卧室走了出来。我和顾一同时噤声，看向鬼影。简简单单的白 T 黑裤勾勒出少年的轮廓，身材高挑，宽肩窄腰，目测超过了185，怪不得在黑暗中会那么大一坨。皮肤果然很白，瞳仁黑且亮，那双的眼睛看人时给人一种懒懒散散又冷冷淡淡的感觉，像是没睡够。鼻梁高挺，薄唇粉粉的，嘴角挂着浅浅的弧度。这个流氓似乎有些过分好看了。我一直知道江澄哥很帅，当年选秀期间靠着容貌还上回热搜，但是没想到江澄他弟也帅得这么离谱。如果说成哥是根正苗红，满身正气的大帅哥，他弟简直就是魅惑人心的小妖精。但这小妖精的劲可真够大的，我屁股现在还疼呢。我盯着鬼影，鬼影看着我和顾一，顾一看着我和鬼影，氛围尬住了几秒。我哥率先打破了僵局，问得小心翼翼：“你俩没发生什么吧？”鬼影挂着礼貌的微笑，回答得很干脆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虽然他长得很帅，但是踹我一脚也是不能原谅的。我凑到鬼影旁边，小声道：“你踹我，还扮鬼吓唬我，你忘了？”鬼影朝我微微偏过头，迷人的侧脸暴露在我的视线下，我甚至舍不得眨眼。果然是年轻，这皮肤嫩得能掐出水。姐姐，想想动手之前发生了什么。她的声音极低，声线清冷，但此刻听着却有些漫不经心的撩人，加上距离又近，简直像是贴着我耳朵讲话。短短一句话，酥麻感便从耳根蔓延到我的全身，也勾起了我的回忆。他踹我之前，我好像碰到了一个毛绒玩具来着，不对，床上只有我和他，哪来的毛绒玩具？想起那个软软的毛茸茸的触感，我仔细品了品，这一品，我的情绪像气球一样迅速瘪了下去。我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鬼影，鬼影正巧也在看我。我给了他一个疑惑的表情，他下巴轻轻点了一下，眼神里透着些无奈，浓得化不开的睡意。得到确认后，我被自己的口水狠狠呛住了，脸颊迅速烧红。我低下头，不敢直视鬼影，但他的眼神似乎一直落在我身上。顾一，小陈，你刚从国外回来，还在倒时差，快回去睡吧。鬼影看了看我，嘴角漾出一抹浅笑。顾哥，我还是在沙发上睡吧。大概是内心的愧疚作祟，我伸手推了推他。今晚允许你睡床，不用谢，天地为证。我一开始真的只想推他的背，但可能是熬夜太多，加上今天受到的刺激太大，我的手如同装有定位一般，准确落在了鬼影腰部以下的位置，还拍出来了声音，像极了调戏良家妇女的登徒子。顾一的眼睛都瞪大了一圈，看口型好像在说女流氓。我直接愣在了原地，身体僵硬，低头看手，他已经2次落在不该落的地方了。这不听指挥的色手，不要也罢。鬼影转过身看着我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声音因为睡意而带了些含糊的温柔：“姐姐，别打我，都听你的。”他似乎理解错了，不过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好像该死的心动了。困到失去理智的小妖精，谁他妈能拒绝？鬼影回房后，顾一就把我拽到了练歌房。我脸上痴痴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收回去，顾一点了点我的额头：“顾星星，你刚才吓死我了。第一次见面就拍人家屁股，我真怕你骨折。”骨折？拍屁股和骨折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铁臀，明明那个手感就很柔软。顾一朝我招了招手，我心领神会地凑过去。顾一声如闻呐，江晨有病，轻飘飘的4个字如同大铁锤狠狠砸在我心上。我瞬间愤世嫉俗起来，喵的，这么帅的一个人怎么就有病了呢？难道是因为国外太开放？也是，他长了一张小妖精的脸，周围肯定少不了美女。可怜啊，这么年轻就断送了自己一辈子的幸福。毕竟谁能接受和这样的一个极品妖孽谈一场柏拉图恋爱呢？看得着吃不着，我都忍不住想哭了。我正悲伤着，一抬头，顾一满脸问号。顾一，你这什么表情？你把小陈想成什么人了？我伤感的情绪戛然而止。这么说，我还有希望。顾一望着我，叹了口气。江晨的病是不能和人接吻，会发烧，也不太习惯和人过分亲密接触，会有应激反应。还有这种病，那如果亲密接触了会怎样？顾一摸着下巴。陈哥说，初中那会有男的故意闹江晨，最后骨折了。我默默咽了咽口水，活动了一下的手臂，没断。还好，可能今天江晨比较困，限制了他的发挥，不然就我那个程度，大概会终身残疾吧。顾一如恶狗一样抓了抓我的脑袋，醒醒，你见一个爱一个的毛病，什么时候能改？过了今年，你都27了，4舍5入就30了。我反唇相讥，4舍5入，你都40了。每日一问，
人红了吗？哥红了吗？挣够房租了吗？顾一捂着心口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。顾星星，我可是你哥，亲哥。我本来还想更深入了解一下江辰的病情，比如接吻时长和发烧程度是不是成正相关，存不存在卡 bug 的情况。结果顾一接了5、6个电话，根本没工夫理我。听电话内容，对面应该是某个音乐节目的负责人。原来顾一这些天奇怪的举动都是因为懒活。江澄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，应该也是为了抱哥圆梦吧。来活了，来活了！星星，有事你明天再问我。顾一开心的套上外套就往外走。我扶额，哥，你还穿着大裤衩子呢，还是大红色的。也不知道我哥想红的执念有多深，从手机壳到裤衩子，一水的大红色，还天天在微博宣传自己便宜耐用。顾一蛇回来，一脸傲娇。我当然知道，我刚才就是出去看看天气。我夜观天象，这次一定能红。其实不红也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终于又能在舞台上唱歌了。一边说着，我哥一边唱起了江澄的成名曲，开心的像个得了奖状的小孩，手舞足蹈的傻乐。我哥大概是领了什么折扣券，像是年龄满35减30，智力满250减200之类的。当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格外令人抓狂的梦，梦里我经受不住诱惑，强吻了江辰，然后江辰和我双双进了 ICU， 他高烧不退，我内脏出血。医院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情侣套餐。我猛然惊醒，打开手机，看到顾一昨晚发的消息。顾一，星星，你知道我和你成哥都是看重亲情的人，所以在照顾你和小陈还有录节目之间，我和成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录节目。今晚的飞机3个月后返回，你在家里别欺负小陈。看着手机屏幕，我愣了几秒，嘴角逐渐上扬。天生反骨是我和顾一作为兄妹最像的地方，明知不可为，但就是按耐不住。有难度才让人更想挑战。从包里翻出化妆品，我精心画了一个心机伪素颜妆。画完正好8点，该叫江辰起床了。睡眼惺忪的小妖精肯定软萌软萌的。我美美的推开门，门外江辰已经穿戴整齐，举着手，似乎正准备敲门。我愣了在原地，失策了，这小妖精怎么起这么早？江辰清冷的眼睛里含着淡淡的笑意。醒了，声线冷冷的，但是语调却有些漫不经心的慵懒。我心脏瞬间漏跳了一拍。妖孽就是妖孽，勾人都不需要刻意，正常发挥就已经让人神魂颠倒了。江辰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，然后机不可闻地勾了勾唇角。吃饭吧，姐姐。我跟着江辰来到餐桌旁，满桌的营养早餐。江辰笑着把筷子递给我。顾哥说你挑食，我就多做了一点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我眼皮一跳，心里升腾起不好的预感。顾一除了说我挑食，还说别的什么了没有？江辰语气平淡。顾哥说姐姐脾气暴躁，喜欢打人，让我小心点。我的笑容绷不住了，几乎从牙缝里挤出来3个字：还有吗？江辰，顾哥还说姐姐的前男友非常多，时不时就有人来家里讨情债，让我不要乱开门。很好，顾一，你在外边就这么宣传我，那就别怪我在网上不客气了。我手里还有几张他选秀时期的黑历史照片，留着杀马特发型，黑得像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轻松。我哥都是开玩笑的，别信。江辰点点头，我不信，我只信姐姐好乖，好听话，好想抱回家。可惜，估计没等我抱住，我就先躺医院了。吃完饭后，为了在江辰面前表现一下，我争着洗碗。江辰夺不过我，只能默默看着我端碗进厨房。结果，由于对我哥家的厨房构造缺乏基本了解，我刚进厨房就被绊了一下，人没事，碗摔了一地，噼里啪啦，碎瓷渣子铺了满地。我幽怨地看着脚下这个多余的小台阶，也不知道顾一是哪来的设计灵感。没事吧？江辰匆忙赶到门口，想要进来。望着一地的碎瓷渣子，我下意识去拦江辰，结果好死不死，我又把这个多余的小台阶给忘了。一脚踩上去，我整个人都失去了重心。人在危急时刻是来不及思考的，于是我果断张开手抱住了江辰，江辰也顺势勾住了我的腰。等我站稳后，一抬头，正好撞进江辰的眼睛。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一双眼睛，灿若星辰，璀璨夺目。漆黑的瞳仁像一个无底洞，似乎能吸走周围所有的光亮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溺在里面。但下一秒，江辰落在我腰上的手微微发颤，出卖了他此刻的真实想法。虽然不舍，我还是迅速后退了2步，脱离了江辰的怀抱。毕竟骨折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江辰却还保持着抱我时的姿势，面色有些沉郁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不过很快他又换上迷人的浅笑，姐姐，我来处理。说完，江辰直接大步迈到了厨房，开始收拾这一地狼藉。看着江辰线条流畅的后背，展瘦的腰，回想起刚刚温暖的触感，
我不禁默默咽了咽口水，狠狠后悔了。早知道刚刚就卡着点多报会了，他动手的前一秒再松开。想到这，我忍不住自动脑补了一个场面：江晨站在明暗交错的灯光下，朝我伸出手，语气深情款款。谈恋爱吗？骨折的那种。我扑哧笑出了声。江晨回过头看我，我连忙收敛笑容，装出一副想要帮忙却无从下手的样子。江晨蹲在地上，微微勾起了唇角，偏过头，仿佛在憋笑。他不会是在笑话我吧？后面的几周，我努力地在江晨面前表现自己，试图用个人魅力打动他，挽救一下我岌岌可危的个人形象。我假装不经意间向成哥问起江晨的禁忌和喜欢的女生类型。禁忌方面，成哥只说了江晨有重度洁癖，尤其不喜欢和人交叉使用餐具。喜欢的女生类型，江晨则是给我回了几个概念性的词：勤劳、温柔、善良。于是围绕着这3个词，我制定了周密的攻略计划。我信誓旦旦跟江晨说，你刚回国，好好休息，一切交给姐姐。结果装了3天勤劳宝宝后，我早上说什么也起不来了，闹铃形同虚设。每天都是江晨早早起床，去外面跑完步回来，做好早饭，洗完澡再来敲我的门。有的时候我赖床，收拾得格外慢，他就在外面静静等我，也不催不恼。有一次江晨来敲门，我应了一声又睡过去了，足足睡了20分钟才醒。我以为江晨肯定忙别的去了，所以我妆也没化，顶着鸡窝头，黑眼圈，打开门想去上厕所，结果一头扎进了江晨怀里，鼻子撞到了他的胸膛，酸得我差点掉眼泪，尿意都给我吓回去了。总之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无论我起得早还是晚，每天一睁眼，打开门看到的就是江晨那张堪称妖孽的俊脸。他倚在门口，黑发柔软地搭在额前，唇色嫣红，在晨曦中像一棵挺拔的小树，满满的少年感，看得人馋涎欲滴，害得我连着好几个晚上做令人脸红心跳的梦。我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勤劳的人设没有了，还有剩下的2个，温柔和善良。只要保持住，不发脾气，我就是温柔本柔，善良本良。谁知道，就在我写稿最忙的那几天，楼上开始装修了，早上修，中午修，晚上还要修。我感觉脑子里全是电钻的嗡嗡声，写不下去稿子，我就和顾一的黑粉 battle。看来顾一这次是真的要红，居然都有人开始黑他了。吵到最后，我留下一句话：顾一这个人除了长得黑点，其他没有任何黑点。然后我就放下平板，撸起袖子，趁着江晨在厨房准备午饭，气势汹汹地上楼。我狠狠敲了敲门，门开了，里面站着一位彪形大汉。我噼里啪啦把我在心里打的副稿说了一通。大汉一脸不耐烦：我的房子，我爱装就装，我也急了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其他住户？大汉伸手推我：走走走，看你是个女的，不跟你计较。我踉跄着后退，话还没说完，就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，鼻尖萦绕着淡淡的薄荷清香。看清来人后，我连忙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大汉看了看江晨，神色没有刚才那么嚣张了，想要关门，但江晨准确地把手臂撑在了门上，阻挡了大汉的动作。大汉使了使劲，门纹丝未动。我站在一旁，有些愣愣地看着全身低气压的江晨。我见过他迷糊的样子，浅笑的样子，温柔的样子，唯独没见过他这么凶狠的样子，眼神刺骨的冷，抿着唇，盯人的时候就好像在盯猎物。江晨，道歉。大汉的语气软了很多。你们这样，我报警了。江晨给他道歉。大汉和江晨对峙了几秒，然后大汉摆了摆手，看着我，行行行，惹不起你们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江晨这才松开手。大汉砰一声关上了门，装修声也随之停了。我全程乐得合不拢嘴，直到江晨朝我看过来，我努力憋笑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怕一点。那个挺吓人的哈。说完，我努力让自己想点悲伤的事，结果满脑子都是刚刚那个大汉的冬瓜脸，还有他一半扎进裤腰，一半露在外面的短袖。我憋笑憋到身体发颤，只能捂住脸，飞快地往家里跑。回到家之后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，江晨刚才好像主动抱我了，抱了好几秒，而且我并没有骨折。这个惊奇的发现让我欣喜不已，晚上写稿子都来劲了。半夜，我一边放着顾一和成哥的音乐综艺，一边找灵感。两人真不愧被称为唯粉地狱，记对方的歌词永远比记自己的清楚。节目播完，我拔下耳机，隐约听见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，从浴室传来的。我看了看表，已经半夜2点了。之前看的恐怖片的场景在我脑海中一幕幕浮现。我翻身下床，蹑手蹑脚地走到浴室门口，隔着磨砂玻璃能隐隐约约看见里面的人影。我轻轻敲了敲门：江晨，是你吗？无人回应。
我颤抖着抓住门把手，不说话。那我开门了。我刚想用力，门就自己打开了。江晨下半身裹着浴巾，湿漉漉的头发还在滴水。我的眼神不受控制的一路下滑，最后没出息的粘在了江晨的腹肌上。没想到江晨看着挺瘦的，身材居然这么有料，一看力气就很大，怪不得能随随便便把人弄骨折。顾星星啊！江晨一开口，换回了我的思绪。他的声音低沉沙哑，在夜里听着莫名多了些旖旎的意味。我有些卡壳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不知道是不是夜深的原因，我总感觉江晨看我的眼神很浓烈，浓烈到我有些不敢和他对视。其实江晨妖精般的长相一直很有攻击性，但他平时总是一副岁月静好、懒懒散散、无欲无求的样子，给他整个人都镀上一层柔和的气质，中和掉了他身上凌厉的一面。江晨垂下眼眸，低低笑了2声，没什么，我以为我在做梦。姐姐怎么不睡觉，守在浴室外面？我脑子一抽，开始解释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偷看你洗澡，虽然我曾经确实有过这个想法。江晨勾起唇角，我相信姐姐。我看他这也不像是相信的表情啊，语气跟逗小孩似的。盯着江晨嫣红水润的嘴唇，我忽然有些心烦意乱，一阵邪火在体内流窜。我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江晨的腹肌，没事就好，我回去睡觉了，你也早点休息，再待下去，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。江晨抬起手，轻轻落在了我头发上，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搞得好像我是什么一碰就碎的瓷器。晚安，姐姐。我当时心跳如雷，晚安都没说，直接逃回了房间。关上门后，我抱着被子在床上开心地滚来滚去。咂摸了一会，凭着作家敏锐的感知力，我发现了一个刚刚被我漏掉的细节：浴室里没有一点热气，也就是说，江晨半夜2点洗了个冷水澡。年轻人的想法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后面几周赶稿的日子昏天黑地，完稿那天，我久违地发个朋友圈，底下一堆姐妹喊我去外面嗨。我爸平时忙的人影都见不着，现在更是破天荒的要请我出去吃饭，我都拒绝了，因为今天是江晨的生日。我偷偷找成哥问的，在江晨面前，我假装不知情，但其实背地里偷偷订了蛋糕。到了中午，我溜到江晨房间门口偷看他，想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去拿蛋糕，然后给他一个惊喜。结果隔着门缝，我看见江晨正默默站在窗边，修长的手指间夹着一根快要燃尽的烟，火舌吞噬着烟卷，飘起缕缕青烟，似乎下一秒就要烧到他的手指了。但江晨只是静静看着窗外，一动不动。视角问题，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，背着光，估计又落寞。成哥跟我提起过，江晨在国外知心朋友很少，那时候国外公司刚起步，他也陷入事业的低谷，父母忙，他也忙，所以常常把江晨一个人丢在家里，一扔就是1天。那时候江晨还小，由于语言不通，经常被同学捉弄，但是江晨总能有自己的办法让欺负他的人付出代价。后来长大了，因为成绩非常优异，大学毕业后江晨直接去了研究所。平时很忙，很少参加社交活动，再加上那个奇奇怪怪的病，所以江晨平时也很少和人有亲密接触，性子也慢慢变得冷冷淡淡，不爱笑，很难和人亲近。但是因为江晨在我面前永远都是阳光灿烂的，所以我一直也没把成哥这些话当回事。今天无意中看到江晨那么落寞的样子，倒是让人挺心疼的。天可怜见的小妖精，今天就让姐姐好好疼疼你。我取了蛋糕，回到家，江晨已经做好午饭了。看到蛋糕的那一刻，江晨整个人的神色都变了，像是被定在了原地。我第一次见他笑容的幅度那么大，露出了浅浅的酒窝，好看的让人移不开眼睛。要不是怕出人命，真想把他抱过来亲一口。江晨，姐姐，这是给我的吗？我自豪的点点头，这家是我的最爱，奶油甜而不腻，我提前1周订的。我踮起脚，把生日帽戴到了江晨头上。生日帽的尺寸有点小，江晨戴着略显滑稽。但是有句话说得好，时尚完成度主要看脸。江晨这张脸，头上戴个铁筒也是帅的。我很好，现在开始点蜡烛，我不厌其烦的一根一根插，一共插了23根蜡烛。我兴冲冲关上灯，拉上窗帘，屋里顿时变暗了，只剩下蛋糕这一个发光体，仪式感拉满。我递给江晨叉子，自己去厨房拿个铁勺。江晨静静看着我跑东跑西，我看我干嘛？许愿呀！我给你唱生日歌。在我跑调的歌声中，江晨许完愿，吹灭了蜡烛。我迫不及待地用勺子挖了一大口奶油塞进嘴里。我催促着江晨，你也尝尝，看甜不甜。江晨很自然地拿起我刚刚用过的勺子，挖了一勺蛋糕送到嘴里，很甜。说完，江晨还舔了舔嘴唇上残留的奶油。小妖精是不是有点太高估我的自制力了？我平时对他的不轨之心还不够明显吗？而且他不是不喜欢和人交叉使用餐具吗？
江澄跟我强调过的，这是江晨最大的禁忌。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被敲门声打断了。应该是我的酒到了。我打开门，没有酒，没有快递员，映入眼帘的是2个巨大的袋子，还有笔挺的西装。因为太过熟悉，所以当门刚打开一条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是谁了。我只是有些不理解和不敢相信，他怎么会在工作时间来这里？星星，玩搞快乐。一边说着，宋宣城一边进了屋，把满满2袋子的零食放在了玄关处。星星，你为什么要白天拉窗帘？这样对眼睛不好。宋宣城话说到一半，看见了站在桌旁的江晨。江晨嘴角挂着标志性的微笑，因为姐姐在给我过生日。宋宣城顿了一下，也礼貌地回了笑容，然后看向我，星星，这位是我，这是成哥的弟弟。江澄，你应该有印象的，我哥最好的朋友。江晨往我这边靠了靠，淡淡补充道，这几个月我一直和姐姐住在一起。宋宣城的笑容变得有些僵硬。我当时在拉窗帘，没有注意到2人之间的暗流涌动。窗帘打开，屋内瞬间亮堂了起来。我也看清了宋宣城的样子，几个月没见，他好像还是和原来一模一样。西服没有一点褶皱，头发一丝不苟，气质成熟稳重，一眼望过去就是一个商业精英的派头。我出声提醒宋宣城，公司不忙吗？潜台词，你可以回去工作了。宋宣城这个人10几年如一日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，不然我爸也不会选他当公司继承人培养。他喜欢走一步看100步，只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。他的世界有一套他自己的秩序，并且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试图打破这份秩序。我5年前20出头的时候挑战过一次，结果失败了。那个时候我大学还没毕业，觉得宋宣城这人很无趣，特别喜欢逗他。他那时对我也好的过分，我半夜说想吃蛋炒饭，他就真的把饭做好，半夜给我送过来。后来我轰轰烈烈地追了他半年，他说只是把我当妹妹，照顾我，对我好是因为责任，是因为我爸对他有知遇之恩，说他现在事业未成，没有恋爱的打算。结果前脚刚拒绝我，转头就答应了另一个和他年龄相仿、家世相当的美女的表白。这特么叫不想谈恋爱，明明就是不想和我谈恋爱罢了。不过经历过这个事后，我反而释怀了，对他没有执念了。有时候放弃一个人就是一瞬间的事。他和门当户对的美女分手的那天，公司传得沸沸扬扬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。毕竟很早之前就有人传宋宣城对美女一点都不热情，全是美女在努力维系2人感情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宋宣城分手之后，他就开始对我有些过分关注。就像是今天，就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圈，他招呼不打就直接来家里，很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。宋宣城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，工作的事我有安排，今天下午我请了假过来给你庆祝。宋宣城请假可真是个稀罕事。我既然赶上了，那一起吃蛋糕吧，都坐。我率先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，江晨和宋宣城同时走向我旁边的位置。搞什么？我拉过江晨，寿星坐姐姐旁边，我沾沾喜气。宋宣城默默坐到了我对面。星星，你和江晨住一起，平时不太方便吧？还好吧。江晨停下了手头的动作，静静看着宋宣城，面无表情。宋宣城，我在公司旁边有一个空闲的50平的单身公寓，如果江晨不嫌弃，可以先住在我那里。我不用，江晨刚从国外回来，很多事情还不熟悉，得有人照顾他。宋宣城笑了笑，星星，你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，怎么照顾别人？我被这句话噎住了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。快30岁了，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没有稳定的情感，没有稳定的生活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从来没有成熟过。尤其是宋宣城，在他眼中，别说成熟，我可能就从来没成年过。看来宋宣城当初拒绝我是对的，因为我和他根本不是一类人。我这边正情绪翻涌，江晨在桌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，温热的触感让我瞬间心安。江晨，我觉得姐姐把我照顾得很好，姐姐很厉害，不需要别人来指摘。我在底下捏了捏江晨的手指，以示赞同。宋宣城起身，奶油弄到衣服上了。我去下洗手间，路过我时，他递过来一个眼神。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但还是跟着起身。宋宣城，我跟你说一下冷热水怎么调。等我进来后，宋宣城咔嗒一声关死了洗手间的门。星星，你长大了。废话，5年了，能不长大吗？庄稼都换了好几茬了。宋宣城吸了一口气，眼眶有些红。星星，我后悔了。我小声问道，你项目失败了，还是炒股赔了？宋宣城哑然失笑，慢慢逼近我。狭小的空间，我能闻到他身上的香水味，有些甜腻，和他平时的风格完全不一样。星星，这个味道熟悉吗？这瓶香水是你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记得这瓶香水是我买回来后觉得不好闻，随手送给他当礼物了。
我推了推他，压低声音：“宋宣城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宋宣城的手臂抵在我两侧，如同耳语：“星星，能不能再喜欢我一次？”星星，我错了，我喜欢你，一直都喜欢你，只喜欢你一个人。我回过味来，笑得有些苦涩。宋宣城，5年前你干嘛去了？现在跟我说这个有意思吗？我转过身想开门，宋宣城抓着我的肩膀，把我的身子又掰了回去。星星，对不起，我5年前太胆小，瞻前顾后，害怕那些流言蜚语。但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我只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。星星，和你在一起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宋宣城的泪滴到我手背上，烫得灼人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宋宣城，也是第一次见他用求这个字。在我印象中，他永远都是一副胜券在握、云淡风轻的模样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卑微而狼狈。外面响起了江晨的声音：“姐姐，酒送来了。”我使劲推开了宋宣城。宋宣城低着头：“抱歉，星星，我吓到你了。我原本不想这么快的，可是江晨他，我感觉你对他和对别人不一样，所以我有些着急。”我什么也没说，推开门就走了出去。既然看出来了我对江晨的感情，就不该再来打扰我。宋宣城以前总嫌弃我幼稚，他又比我好到哪去？江晨已经把酒摆在了桌子上，其中有一瓶酒只剩下一半了。江晨，姐姐，我好像有点不舒服。我转过身，对宋宣城下了最后的逐客令：“江晨不舒服，你能离开吗？”宋宣城抬起头，笑得有些苦涩：“好，我明白了。星星，我来晚了，是吗？能关上后？”我担心地看着江晨：“哪不舒服？是不是因为咱俩用一个勺子了，所以你有应激反应？”江晨摇摇头，眼神有些温柔的涣散。你是不是喝醉了？”江晨直直看着我，举止有些缓慢。“姐姐，你和那个人说什么了？”这话问的莫名让我有种偷情被抓的感觉。江晨踉踉跄跄站起来，我下意识想去扶他，但是又担心我的这把老骨头经不起摧残。思虑再三，在江晨马上就要和大地亲密接触的时候，我还是抱住了他。醉了，说不定反应迟钝些。酒香混着薄荷清香一起笼罩着我，我时刻关注着江晨的一举一动，防止他突然暴起。江晨还在嘟嘟囔囔：“姐姐，你之前是不是喜欢过那个人？眼真尖啊，软乎乎的小妖精，还挺好玩的。”我一边搀着江晨往床上走，一边回应他：“是啊，5年前喜欢过，算初恋吧，但是早就没感觉了。”江晨声音有些低哑：“那姐姐现在喜欢谁？反正江晨现在醉了，我说什么他也不一定能记住。”我故意用开玩笑的语气：“姐姐喜欢你啊，姐姐最喜欢你了。”马上要到床边的时候，我和江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互相绊了一下。我抱着他一起摔到了床上，慌乱中不小心压到了他某个部位。江晨轻轻闷哼了一声，我想起身，腰却被江晨的手臂环住了。我只能把手撑在两侧，和江晨尽量隔开一点距离。一低头就是江晨精致的五官和性感的喉结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小腹一阵燥热。江晨，你现在有想打人的感觉吗？江晨失神的眼睛慢慢聚焦到我脸上。没有，他说没有。我慢慢松开了撑在两侧的手，贴近了江晨。这样呢，有没有感觉？江晨点点头。我心脏瞬间紧缩，准备开启防御模式。有感觉，姐姐好香。我合理怀疑他在诱惑我。我努力说服自己是江晨先动手的，我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把手指插进江晨的发间，顺毛似的撸了撸。江晨，姐姐可以做些不好的事吗？江晨乖巧的点头，声音沙哑，带了点引诱的意味。姐姐可以做任何事情。我缓慢低下头，蜻蜓点水般碰了下江晨唇瓣，一触即收。好软，带着淡淡的酒香，有点上头。我和江晨默默对视了几秒，呼吸交缠在一起。江晨看我的眼神逐渐变得浓烈而复杂，像一把火一样，直接烧到了我心里。我狠狠心，低下头，一鼓作气。江晨一开始缺乏经验，全程被我带着走，但学霸就是学霸，各个方面都出挑。很快，江晨就找到了门路，翻身和我交换了姿势。我被吻得全身发软，眼角逼出了水光。为了避免事态不可控制，趁着喘气的间隙，我连滚带爬逃回了自己房间，揽镜自照。嘴唇有一点点肿，口红成了模糊的一片，呼吸乱了，领子也乱了，衣服皱皱巴巴，还掉了一颗扣子。我捂住眼睛，把自己扔到床上，脸颊开始发烧。顾星星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？趁人之危，占人便宜，流氓都比你文明。可是说来也奇怪，都已经亲密接触到这个份上了，江晨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难道说醉酒就是这个病的 bug 所在？我发信息询问成哥，结果是顾一发来一段语音。顾一，什么玩意？顾星星，快收收你脑子里的黄色废料。
别说醉酒了，当时江晨睡着了，他亲妈亲了他一下，他都烧了3天。陈哥呢？顾一，你陈哥忙着写歌呢。我们综艺快收尾了，最后有个露天演唱会，下周你记得带江晨来看。哥哥爱你，妈妈。关键是我现在连明天怎么面对江晨都不知道。大概是由于忧虑，我破天荒的早晨7点就醒了，思考人生，思考到7点半。我鼓起勇气打开门，正好看见跑完步回来的江晨，满满的青春荷尔蒙，被汗水打湿的 T 恤甚至隐隐勾勒出了腹肌的形状。我当即掉了个头，准备回房，被江晨喊住了。姐姐，今天早上想吃什么？难道江晨喝断片了？我转过身，火腿鸡蛋饼加小米粥。江晨勾唇一笑，好，我先去洗澡。他好像还挺开心的，一笑有2个浅浅的酒窝，看来是真不记得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江晨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椅子上。我有些疑惑，江晨，你今天……我斟酌了一下用词，你今天很喜欢和人贴贴啊？这词用的似乎也不太好。我低头喝粥缓解尴尬。江晨平淡回应，亲都亲过了，不能牵手吗？嘿嘿呵，我一口粥差点全喷出来。江晨关切地帮我拍着背，姐姐烫吗？我摆摆手，你记得？江晨笑得有些无奈，虽然姐姐当时亲完就跑掉了，但我又不是没有感觉。我狐疑地看着江晨，你没发烧？江晨摇摇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姐姐，你和别人是不一样的。江晨半蹲着和我平视。顾星星，这是江晨第2次直接喊我名字，声音缱绻而温柔。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我有些受不了江晨炽热的眼神，微微偏过头。我昨天说什么了？江晨，忘了吗？我心乱如麻，只能打着马虎眼啊，不太记得了。江晨慢慢凑近我，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？江晨的眼睛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像是装的星辰大海一样璀璨夺目。我每次只要望进去就出不来，所以江晨盯了我没多久，我就晕晕乎乎的说了要。江晨确实把昨天的状况还原得很好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到了后半程，我慢慢失去力气，全靠江晨扶着才没从椅子上滑下去。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碰了下去，摔到了地上，发出脆响。但是没人在乎。开车去演唱会的路上，我倚着车窗静静欣赏江晨的绝美侧颜。今天早上我赖了10分钟床，结果就在这10分钟内，江晨把自己的后半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他给父母打电话说不想回去了，然后又打电话给国外研究所辞了工作。后面接了一个国内研究所的电话，约好了面试时间，最后甚至还接了一个附近售楼处的电话，聊了几分钟房价。全程语气平淡，没有一丝犹豫，就好像在安排别人的事。我反倒是心里有些酸酸的，毕竟我这也算是把人家的儿子拐跑了。到了正午，阳光透过车窗打在江晨脸上，勾勒出他近乎完美的精致轮廓。我本来想说，江晨，你知不知道你是我见过最耀眼的人，像是璀璨的星辰，但话到了嘴边变成了，江晨，我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大的 bug？ 江晨弯起嘴角，侧过身看了我一眼。姐姐，你不是 bug， 你是我见过最耀眼的人，像天上璀璨的繁星。虽然很感动，但是他说的是我的词啊，这算不算另一种心意相通呢？傍晚，我昏昏欲睡，感觉好像有个小飞虫在我脸上轻轻啄了一下。我转了个身，接着睡。在梦里，隐约听见耳边有江晨的声音。星星，谢谢你让我知道生活可以这么有趣。星星，我爱你。我下意识回了一句，宝贝，我也爱你。开车开了整整1天，终于赶到了顾一的演唱会。我下车的时候腿麻，要不是江晨扶着，差点给这人山人海拜个早年。江晨护着我一路挤到了观众席。顾一的开场词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总有一个人的出现，就像是今晚的星星，冷不丁照亮了你曾经黑暗无趣的人生。因为爱他，所以也重新爱上生活。短短几分钟的致辞，江晨听得认认真真，若有所思，甚至眼含泪光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歌声响起，我打开手机准备录像，却看到成哥回我的消息。江晨喝醉酒那天，我有些担心，给成哥发了个信息问江晨的酒量。成哥大概是太忙了，直到今天才回我。但成哥给我的回复是，小陈很少喝酒，但酒量不错，我没见他醉过，没醉过。所以那晚是怎么回事？后面的姐妹正和闺蜜打着电话，聊天内容十分应景。男人3分醉，演到你流泪，千万别信他们的鬼话。我扯了扯江晨，你究竟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江晨细心地把彩带从我头发上拿下来，声音温柔撩人。可能是我第一次喊你名字的时候，也可能更早。第一次喊我名字是他半夜洗冷水澡那次。难道说那个时候他就对我？我瞪大了眼睛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江晨凑到我耳边，因为我太爱姐姐了，所以我要姐姐也爱我。我要等姐姐，等姐姐彻彻底底爱上我。远处，我和江晨被投到了大屏幕上。
江晨落在我腰上的手收紧，温柔地封住了我的唇。周围人声鼎沸，抬头就是璀璨的星辰，但此刻我们只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，缓慢而坚定。